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你敢相信吗？在距离北京2000多公里外的越南中部，竟然隐藏着世界上唯二的另一座紫禁城。它有自己的午门、太和殿，甚至连后宫和太庙的布局都和北京故宫如出一辙。这里就是越南阮朝的权力巅峰——顺化皇城。今天我就带大家穿越时空，看看这座被称为微缩版故宫的神秘大内，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来到顺化，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到顺化都城。顺化呢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定都地，也是越南最著名的一个古都。除了游客以外，还有非常多的越南本地人穿着越南的民族服饰奥黛，在这面拍照。进入皇城是要收取门票的，一张门票是常人20万越南盾。顺化皇城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皇宫，也是东南亚地区现存最大、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。1993年，它作为顺化古迹建筑群的一部分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。有意思的是，顺化皇城在建造时就是以北京紫禁城为蓝本，所以很多人叫它迷你版故宫或者山寨版故宫。不过，它在模仿中国明清建筑风格的同时，也融入了很多越南本土的特色，甚至还有一些法国元素，所以它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品，而是有着自己独特味道的一座皇城。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。1802年，阮福映建立了阮朝，定都顺化。他很快就开始按照中国皇城的理念，大规模修建新都城皇宫。工程从1804年动工，经过了好几十年的时间，到明命皇帝在位期间才基本完工。从19世纪初一直到1945年末代皇帝保大帝退位，顺化皇城一直是越南的政治、文化和宗教中心。不过，这座皇城后来经历了很多劫难，尤其是在1947年的法越战争和1968年的越南战争当中，皇城里的很多精美建筑都被炸毁了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直到199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之后，越南政府才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大规模修复。到今天，像太和殿、寺庙这些主要建筑保存的还算完好，但紫禁城里很多宫殿，比如皇帝的寝宫、皇后的寝宫，到现在依然还是废墟状态，只能看到地基残墙。不过也有一些建筑，比如月事堂和建中殿，近年已经被重新修复或者重建了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顺化皇城的布局严格遵循了中国传统的三元思想，也就是分成3层，最外面是京城，中间是皇城，最里面是紫禁城。京城是最外层，呈正方形，周长将近10公里，城墙高约8米，厚达20米，外面还环绕着20多米宽的护城河。京城一共有10座城门，在京城里面就是皇城。皇城是朝廷办公和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，有4座城门，南边的正门叫做午门。皇城外也有一圈护城河。皇城的最中心才是紫禁城，这里是皇帝、后妃和皇室成员的生活区，面积比前面2层都要小很多。
游览顺化皇城，通常是从中轴线的最南端开始，然后一路向北。第一个看到的标志建筑就是旗台。旗台在皇城正门外面，高将近60米，是皇城最醒目的地标。顶端挂着巨大的越南国旗。往前走就是午门了。顺化的午门和北京故宫的午门非常像，是一个平面呈凹字形的大城台，上面建着五凤楼，中间的门洞过去只有皇帝才能走。1945年，末代皇帝保大帝就是在这里宣布退位的，所以这座午门也见证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。午门上的文字用的也是汉字。这里午门的城墙是可以上来的。这里展出的是皇家的皇玺和玉玺。阮朝在位的143年间，共造了100多余枚的印章。不幸的是呢，一些印章都被盗或者被毁了。目前剩余的85枚印章主要保存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里。那么在顺化皇宫里展出的这些应该都是仿制品。古代中国经常是拖出午门斩首，不知道他们这里的午门也是不是被拖出去斩首的地方。牌坊的柱子好像是青铜做的。穿过午门，走过3座金水桥，就到了皇城的主殿太和殿。太和殿是顺化皇城里规模最大、最重要的建筑，专门用来举行皇帝登基、册封皇后、接待重要使节这些重大典礼。这些小石墩放的位置，应该是以前的文官武官排队的地方。太和殿里面装饰着金漆盘龙柱和一个雕刻非常精美的宝座。入内以后，禁止戴帽子和用相机。这些官位官爵介绍使用的都是汉字，现在的越南人基本上都不懂汉字了，所以这一点也很有意思，就是懂汉字的人到越南能看得懂很多他们古代的东西的介绍，反而本国人却看不懂。这跟去韩国还有琉球那边看很多历史古迹是一个感觉，就是他们本国人反而看不懂自己本国古代的东西，懂汉字的人才能看懂这些，感觉挺奇怪的。在太和殿的两侧，按照中国左祖右社的布局，分别是皇帝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地方。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西侧的师庙。
寺庙供奉着阮朝历代皇帝和皇后的神位。殿前摆着9尊巨大的青铜鼎，叫做九鼎，这是越南的国宝。每一尊鼎上都刻着一位皇帝的谥号和越南的山川、器物图案。再往前走，就到了紫禁城。这里本来是皇帝私密的生活空间，但遗憾的是，大部分建筑都已经在战争中被摧毁了。现在游客看到的，大多只是一片地基和几座修复或者重建的建筑。中间围栏的部分应该是还在修缮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，顺化皇宫整体保护的和维护的都很不错，至少比起越南很多其他景点来说，各方面做的都很好。这边上也放着2尊大鼎，应该也是防走水用的。皇帝的寝宫叫启承殿，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乾清宫。皇后的寝宫叫坤泰宫，相当于坤宁宫。还有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勤政殿，相当于故宫的养心殿。另外还有皇帝读书的养心殿，皇太后居住的延寿宫。这些建筑在战争中都变成了废墟。而整个后宫最特别的，当属最北端的建中殿。这里是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帝和著名的南方皇后的寝宫。它在功能上相当于故宫的养心殿，但建筑风格却彻底跑偏了。它是一座融合了法式廊柱、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越南传统艺术的混血宫殿。这也是顺化皇城区别于北京故宫最独特的时代印记。里面有很多商店，除了卖文创以外，还有卖珍珠饰品。去过北京故宫的都看到过，北京故宫里的井很小，清朝有很多妃子都被投井或者是跳井自杀，都不知道怎么下去的那么小。但是这个顺化皇宫里面的井非常大，皇宫里也有这种游览车，可以接送游客到指定的地方。有一些宫殿被改造成了越南的这个传统文化体验中心。那么顺化皇城和北京故宫相比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首先，第一个不同就是规模。顺化皇城虽然在越南叫皇城，但在古代宗藩体系下，它实际上只是藩属国的王宫级别，规模远不能和北京故宫相比。顺化的紫禁城周长只有2公里多，
而北京故宫的紫禁城周长就有3.4公里，所以它确实配得上迷你故宫这个称号。第二个不同也是最明显的区别，就是色彩。北京故宫是红墙金瓦，也就是金灿灿的黄色琉璃瓦。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黄色是皇帝才能使用的御用色。而越南作为藩属国，阮朝皇帝可不敢用黄色琉璃瓦来挑战宗主国的威严，所以顺化皇城的屋顶用的是黑色的瓦片，墙面也用深色的漆，整体看起来是黄墙黑瓦，风格显得更加内敛和朴素。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避讳比市级别更低。第三个不同是装饰艺术。顺化皇城的建筑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装饰手法，叫做嵌瓷，也就是用碎瓷片拼接成龙、凤、花草等各种图案。这些嵌瓷色彩特别艳丽，看起来非常有闽南和岭南一带的建筑风情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现状。北京故宫保存得相当完好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。但顺化皇宫就不一样，大约有70%的建筑在战争中被毁。现在看到的很多区域，要么是废墟，要么是后来重建的。这种残缺感反而成了顺化皇城独特的历史印记，就像圆明园给人带来的那种沧桑和震撼一样。上面的瓦片只铺到一半，下边没有铺，不知道有什么寓意。逛累了，在皇城边找了家物美价廉的家庭餐馆。到顺化要吃著名的顺化粉。顺化粉的这个米粉和其他的越南粉还不太一样，它是种很细的粉，有点像温州的粉干或者云南米线。还有牛肉，像生烫牛肉，哇，好鲜！应该是蟹肉。尝一尝，它这汤料和其他的那个米肠点不太一样。香料味更重，有香茅草的味道。皇城边上有很多这样的看似废弃了的老房子，还未被修缮。逛完皇城核心区，它旁边还有一座容易被忽略但非常值得一看的宝库——顺化宫廷文物博物馆。如果说皇城是阮朝皇室的骨架，那这里就是他们精巧生活的内心和灵魂，能让你超近距离的看到那些在战火中被保存下来的皇家珍宝。博物馆的前身是建于1845年的阮朝宫殿隆安殿，曾是绍治皇帝的休息之所。馆体由128根名贵的铁梨木立柱撑起，梁上雕龙画凤，非常精美。1923年，启定帝颁布谕旨，在此建立博物馆，使其成为越南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。这里收藏着阮朝历代皇帝的御用宝座，超过6000件阮朝瓷器及珍贵的元、明、清3代中国瓷器。
还能看到当年金碧辉煌的珐琅彩金属器、皇家华服、古老的占婆雕塑，以及起定地睡过的精美龙床等珍贵文物。在这些珍宝中，有8套文物被越南总理钦点为国宝，和北京故宫的顶级珍品一样，地位崇高。同时，这里的建筑和花园也是绝佳的拍照点。总的来说，顺化皇城不是北京故宫，也不是任何一座中国宫殿的简单复制品。它是一座破碎的皇冠，是一个在模仿中努力寻找自己独立审美和文化身份的建筑群。如果你只是为了看到另一个故宫而去的，可能多少会有些失望，因为它的规模和保存现状都不及北京。但如果你愿意带着历史的目光去看，你会发现，顺化皇城是了解儒家文化圈影响、宗藩体系、越南近现代战争伤痕和越南工匠创造力的一扇绝佳窗口。下一期影片，我们将前往越南之旅的最后一站，首都河内。如果您喜欢这期影片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